是 Stella， 标题是认真的，真的没有在标题党。我呢，准备要被急了，唉，我也有这一天。那麻烦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给点安慰吧。今天主要是分享经验应对给大家，那详细的合约啊，还有协议书的内容就无法给大家看了，因为我签了保密。那为什么我愿意签保密，还有事情的经过，接下来就慢慢来说明吧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各位也常常看到我会接一些案子，是担任契约上吃人嘴软、拿人手短的乙方。一般来说，合约的话，我会注意乙方我需要提供的内容，但在这次发生事情以后，我会更加注意一点，违约赔偿。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违约赔偿，是因为我确认好做好我该做的，不触犯甲方的条件。那怎么会有违约这件事呢？注意了，今天要说的是甲乙双方的违约赔偿。这次的问题就是因为合约上没有载明甲乙双方的违约赔偿，只有写当一方无法完成条件可以解约。至于解除合约会有什么惩罚或赔偿呢？没有哦。那听起来对乙方来说很好，对不对？可以说不做就不做。是啊，是没错。但也相对的代表甲方可以随时胡乱解约、乱搞啊。以为甲方很需要你的内容不会毁约吗？不，很衰的我乖乖的做好大概90%的案子，中间完成度大概3到5成的时候，经历过多次主动积极的验收，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就收到存证信函，上面写要告我刑事诈欺、背信罪，还有告诉其他接案公司说我有兼差行为，真的是。好啦，以下理性分析，先讲最简单的兼差行为好了，因为合约上没有竞业条款，所以哪来兼差行为啊？但我确实不太确定对方是否认识其他接案公司的老板，然后跑去乱讲话，这个呢就是乙方的悲哀，然后比较劣势之处。至于刑事诈欺和背信罪的部分，我们直接翻法条。好了，那来直接翻法条咯。诈欺，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并科5000万以下罚金。我东西都做了，你也有验收，我诈你鸡排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背信。为他人处理事务，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毁损本人之利益，而违背其任务之行为，致身损害于本人之财产或其他利益者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并科5000万以下罚金。再说一次，我东西都做了，你也有验收，违背任务，唯你为豆豆。最后说要返还定金，现在完成的90%的东西呢，也要全数，不然就法庭上见。很显然的，就是要敲诈乙方我本人。现在要跟我一样收到存证信函的朋友说，存证信函仅能代表发信人在心中表达了他的想法，而且收信者确实的收到这封信，但不代表发信人他写什么就是什么，包含他信中叙述的权利，或者是要收信者履行的义务。好啦，那问题来啦，这跟一般寄信啊、发 mail 啊或传 LINE 啊这些告知方式有什么差别？因为若走到诉讼程序，会相当的注重你是否有实质证据，书面证据的证明力一定是比口述证据还要高上许多，而且也不会像 LINE 一样可以收回或删除吧。那有一点小聪明的你就会问啦，我可不可以假装没有收到信啊？也不行，因为发信者寄出的时候，邮局已经存证一份作为寄送的证明了，这个弄丢还可以补发嘞，真的躲也躲不掉。因此，寄存证信函的主要目的在于告知自己的立场和法律效果，是上法院诉讼前一种具有警示作用的动作。未来双方诉讼时，这个存证信函就可以当作证据之一哦。所以呢，总结一下，收到存证信函的当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，不用怕，不用都照着发信人他表达的内容去做。但其实就是发信人他想告你嘛，
只是他先跟你说一下哦，看你是要服从我，还是躲起来瑟瑟发抖。这我自己加的啦。好啦，反过来说，平时发生的一些生活纠纷，也可以善用纯正信函。像是跟亲戚之间如果有纠纷，蛮适合使用纯正信函来压期限的，就以免仗着血缘关系啊，然后拖拉不处理啊。我说善用哦，不是像这次一样雷我，然后来浪费社会资源哦。那解释完纯正信函是什么呢？后续呢，我是怎么处理的呢？一开始收到，确实是愣住了，我必须承认。但是我求知欲很旺盛呢，是以为这样我就会被吓倒吗？拜托，我又没做错，所以也回寄一封纯正信函回去了。还有今天甲方真的告刑事的话，我可以反告刑法第169条诬告罪，在那边吓人，浪费司法资源啊。那收到纯正信函后，我大概花了3天整理中间的对话记录，信箱回传的档案。那比较可惜的是，就是开会的时候我没有录音，早知如此就防一手了。果不其然，不久后原本冷处理的甲方主动来提和解了，虽然态度还是很高傲啦，丢了一份终止合约协议书，上面有保密条款，依旧要求要90%的那个档案，但法院件那边就拿掉了。当然他还要我定金返还啦，看了实在只有3小。当下还是有考虑要走民事的，而且有跟律师讨论过，胜率大概80%以上。但因为评估律师费、出庭等时间成本，就算拿到赔偿也不太划算。还有一方面也是我把档案压缩给他，但没有给解说，可能还是要额外请人才会使用哦。这次我就当作路上绊到石子，知道路上崎岖不平，拍拍衣服继续往前走。那也拍成影片帮助需要的人，不要怕别人拿法条威胁你。如果 Google 以后还是不会的话，就来问我吧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下次见，拜拜。